谢尔比家族版狼人杀，究竟谁才是狼人？害得汤米全盘皆输。我是瓜皮儿，剃刀党第5季前情提要。比利小子为剃刀党带来不少麻烦，而作为他们的主子，莫斯利又向汤米伸出了橄榄枝。意识到在明面上无法战胜此人，汤米便接受邀请打入内部，成为了法西斯联盟的副主席，从中寻找机会扳倒莫斯利。然而在两人举办的山洞晚宴上，琳达出来作妖了，波利一枪将其制服。听到动静的莫斯利赶过来查看情况，却被汤米以家丑不能外扬为由赶了出去。琳达这事儿吧不太重要，总之他最终活着离开了亚瑟，彻底掰了。这晚宴的主人解决家事儿，客人们自然只能由莫斯利招待了。刚好他可以借这个场合公布自己的计划。像他一样不满当下政党的人数不胜数，正如莫斯利自己。在这经济危机之下，担任政府部长解决就业问题，可他提出来的计划却是从来不被采纳。久而久之，萌生了退出工党的想法。而今天，莫斯利要代表大家站出来，推翻体系，不再让经济动荡掌握在个别人手中。现在是1929年，他将于新10年的1月1号退出工党，成立一个全新政党——法西斯联盟，让英国踏上新的征程。说得好听啊，明白人都清楚莫斯利是打算独裁。他在发言中还替汤米表明了立场，这让汤米心中作呕，但为了局势都忍了。之后在两人单独的谈话里，莫斯利批评了谢尔比家今晚的私事，这种场合跟局势下公然枪击是很 low 的。法西斯跟犹太人的关系就不用说了，莫斯利自然也痛恨厌恶这个种族，所以要求汤米开除公司内的犹太人。汤米点头答应了，同时莫斯利还私自答应了比利小子会把剃刀党一个赛马场给他们。理由是比起瓜分英国，一个赛马场就是个屁呀，权力才是王道。汤米满脸问号的点了头，心里全是马麦皮。夜里玩嗨的莫斯利还邀请丽兹加入公共战局，丽兹转头就走，却发现汤米比自己还要烦心。他汤米忍辱负重，就是为了拉莫斯利这个混蛋下马，否则白给地盘这种事儿都不可能发生啊。对丽兹解释的是，我这是为政府办事当卧底，事后能拿到天价合同赚大钱。但丽兹清楚啊，汤米这么做是为了正义。本书那句话形容现在的他最合适不过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汤米约来了雅戈尔，这一次有一系列铁锤证据要上交，其一是莫斯利的担保支票，这是莫斯利跟犯罪团伙比利小子有关的直接证据。其二是一份名单，上面都是些想加入法西斯联盟的议员。其三最关键了，是莫斯利要成立法西斯联盟的日期和地点。但现在雅戈尔也在被施压，本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进展。汤米得到的证据他又无法公布来源，甚至自己还遭到了人身威胁。汤米之所以跟他交接，也只是想给雅戈尔一个大功，同时还能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却不想这番真心酿成了大祸。雅戈尔在离开时座驾突然爆炸，连人带证据一起葬入火海。爆炸牵连到了一个孩子，汤米紧急疏散了百姓，然后立刻赶到了艾达家，告知了雅戈尔的死讯。艾达其实对他感情并不是很深，虽然怀了孩子，但只是建立在喜欢这个层面，但他的难过是真的。艾达想不明白，为何跟谢尔比家族有关的人都会死呢？至于谋害雅戈尔的真凶，汤米也猜不出是谁。这场事故，汤米的愧疚是最大的。如果他遵循自己的内心，也许雅戈尔跟小孩都不会死。汤米依旧想用药来麻痹自己，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车是否安全。是格雷斯给了他点火的勇气。另一边，剃刀党如约去帮陈南运输货物。原本计划的很简单，卸货藏7天，然后运货。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伪装成警察的太太帮伏击了他们，陈南也身负重伤。亚瑟因为感情问题，正愁没地方发泄呢，提着机枪一个人就杀了出去，打空了子弹，敌人也撤了。好在这7吨货物安然无恙。亚瑟要跟戈尔登回去查查，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。汤米这边经历了层层检查，在一个监禁里见了个人，曾经的战友巴尼，他还是个神枪手。此人打一战结束后就被关押在此，精神状态已经接近于疯子。见到汤米时恢复了不少理智，这是士兵的本能反应。巴尼的后半生都会被关在这里，所以汤米给了2个选择，他手里有药，吃了当场解脱，或者过些天汤米救他出去狙杀一个恶魔。巴尼肯定选择后者呀，神枪手失去了狙击枪是没有灵魂的。于是他就这么默默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等着。几天后一声巨响，巴尼越狱了。汤米暂时放弃了北方的地盘，因为泰坦帮的袭击，他现在要统一南方势力。可似乎吉米对这事情并不知情，莫斯利在伦敦这边还需要一些支持。汤米本想推荐阿尔菲，可惜他死了。再者，阿尔菲是犹太人。没一会儿，
亚瑟他们带着货回来了。想起亚瑟这个老铁给自己送了颗手雷，吉米就很不舒服。等休战结束，非要跟亚瑟干一下，杀神恨不得有人过来一揍啊！同样期待休战结束的那天。至于戈尔登，他早下船了，他怕自己看见比利小子后，忍不住割烂他们的喉咙。给吉米分完货，双方就散了。汤米现在已经点火，1月2号当天，他会站在莫斯利身边，宣布法西斯联盟成立。届时，巴尼将一枪击毙莫斯利，汤米顺理成章接任党首。等到那一天，比利小子就随便亚瑟跟戈尔登杀了。汤米在下议院接待了一个贵客，此人正是丘吉尔。作为汤米身后的靠山，两人打了很多年交道，已经很熟了。现在白厅那边四处在传汤米跟法西斯的事儿，丘吉尔很容易就猜出了汤米的想法，接替莫斯利，掌控法西斯联盟，这会让汤米的权力足以跟自己抗衡。不过两人都没明说，毕竟曾一明一暗合作过。丘吉尔提醒汤米要选对阵营，说白了，他们之间一旦出现立场分歧，成为敌人只是眨眼的事儿。临走前，他还问出了坎贝尔的死因，表示有机会非得去见见汤米这一大家子。伯明翰这边，格拉德真香定律，赌球赚的钱让他气质都不一样了，什么良心过不去啊，没有的事儿，跟费恩还打成了一片，成了兄弟。对于他的改变，亚瑟也比较满意。他提醒费恩别多嘴，别让自家的生意不好做。格拉德连忙表示我们只是聊足球。亚瑟这才拉着菲恩离开。汤米要召开家庭会议，堪比世界名画了。他首先欢迎戈尔登正式成为谢尔比家族一员，3周后就会跟波利举办婚礼，然后悼念了雅各尔。原本他也会成为谢尔比家的人。再就是工作问题，他需要麦克报告一下最近的进展。结果麦克一张口就是老太子了，跟陈南那边的长期合作，每年都能给剃刀党带来200万英镑的收益。所以呢，麦克建议家族重组，让新生代掌控剃刀党。还要在吉娜的老家开个分部，只要一切顺利，美国那边每年能赚2000万美金。总之一切都规划好了，就等汤米让位。说着，吉娜还拿出了计划书，汤米看都没看，直接扔进了火坑，嘴里还念叨着屋里真冷啊，得加把火呀。这让麦克脸面丢尽。吉娜在一边煽风点火，麦克便直言美国人不想跟你这个老过时的剃刀党合作。没等汤米回话，巴尼就出了岔子，这让汤米相当心烦呢。麦克就在一边念经，这让他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，撂起来句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就离开了。汤米走后，波利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。这一届的麦克夫妇治好了我多年的低血压呀。这时吉娜话里有话的说了句 Guess we're gonna be forced to take the second option。 巴尼这边精神病犯了，唯有见到汤米这个长官时才本能立正。解决完兄弟，汤米重新返回去开会。这次屋里的人全都是汤米信任的，亚瑟、查理、强尼以及格尔登。他把刺杀莫斯利接权的计划说了出来。如之前所说，巴尼患有精神病，但却格外听汤米的话。由他接杀莫斯利，任何部门都找不出破绽，剃刀党不会有任何嫌疑。即便巴尼被抓也无所谓，没人会绞死一个精神病啊，最多是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小屋。这么做虽然不道德，但汤米起码给巴尼放了个假期。计划之疯狂，让戈尔登直呼他的野心没有上限呢。到时候吉米会负责安保，位置汤米告诉他了，就看戈尔登想怎么杀。汤米把陈南的货也算了进去，到时候所有警察都会赶到现场。查理就负责把7吨的货送出伯明翰，拿到25万英镑的酬劳。汤米是算尽了一切之后，他跟亚瑟叫来了酒保米西，这货天天在酒馆打交道，出卖给泰坦帮消息的人就是他。另外，米西还卖了情报给一个叫罗斯的人，此人跟北爱志愿军有关系，这直接导致了雅各尔的死亡。不过这个罗斯已经被亚瑟和汤米杀了，没等米奇上演真情悔过，汤米就一枪崩了他。没了琳达之后，亚瑟变得非常不稳定，他甚至认为迈克的想法是对的，自己应该和汤米一起退休。这种话汤米肯定不想听的，何况出自最信任的大哥嘴里。在进行刺杀之前，汤米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，正是我们死而复生的阿尔菲。当年那颗子弹只是打成了脸颊，他侥幸活了下来。打麻药期间还给汤米写过信呢。法西斯的事儿，阿尔菲也听说了。这回啊，我们大可放心啊，阿尔菲没有出卖汤米。犹太人跟法西斯可是不共戴天的。汤米此行是为了跟阿尔菲借点人，到时候他需要一些犹太人去制造混乱，这事儿就有理有据了。单凭汤米要杀了莫斯利，灭了法西斯这件事儿，阿尔菲那是果断答应啊。说着就谈起了待遇问题。How much you paying? Thought we might do it for the cause, Alfie. Oh, fuck off. 总而言之，价格双方满意，汤米获得成就，阿尔菲的诚心帮助啊。聊到汤米什么时候退休，他的答案是找到一个自己无法战胜的人。这汤米跟麦克彻底决裂，当妈的波利是最难为情的。
他不知道该帮谁啊，所以选择了辞职，从此离开谢尔比家，放任汤米跟麦克去斗。家人不是离开就是背叛，汤米心里相当忧愁啊。深夜打电话给家人们，却没有一个人接到，仿佛这一刻被世界抛弃了。一路淋着大雨走到工厂，铁打的查理永远不会离开。聊起汤米母亲的死，查理瞬间被悲伤笼罩。当时他就那么直勾勾的走进运河自杀，汤米的爹根本指不上了，只有心爱着他的查理去了，可见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这就是谢尔比家的诅咒，母亲外公全都是自杀身亡，他汤米必须坚强的活下去，负重前行。今天是1月2号白天，汤米让巴尼找了找手感，确认这兄弟是个自苗啊，之后便前往宾利厅见证法西斯联盟的成立。阿尔菲的人跟汤米的人都混在了人群里，菲恩也正准备赶过去呢，顺嘴就抖落了今晚要刺杀法西斯。格拉德直接就拿起了电话。宾利厅外，杰西带着一众共产党发起抗议，担心他遇到危险，汤米出手救下了他，找个没人的化妆间，直言自己会干掉外面那个畜生，解开了之前的误会。而邦尼也已经架好了狙击枪，到时汤米只要低头看表，就是开枪的时机。吉米还在汇报周围的情况，说到剃刀党时，莫斯利让他放100个心，那是咱们的盟友啊。莫斯利在万众瞩目下走上了台，会在今天宣布法西斯联盟的成立。身后汤米紧跟着他，后台的戈尔登，2楼的巴尼，所有兄弟都在等汤米的信号。台上莫斯利讽刺了丘吉尔，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，他现在退出了工党，一口一个事业说得慷慨激昂，要打破阶级的口号喊得人人沸腾啊，张嘴闭嘴就是灭掉犹太人，实行社会主义，让汤米和阿尔菲都嗤之以鼻。在群众最激动的时候，汤米低头看了眼表，收到信号的犹太帮一股脑的冲进大厅制造混乱，可巴尼刚要开枪就遭人暗杀，后台的戈尔登也在出手前被连捅数刀，2张王牌当场丧命。好在亚瑟反应快，干掉了对方。见半天没动静，汤米慌了，不过他瞅着莫斯利这架势，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，还在提醒自己注意安全呢。几人在化妆间碰了面，汤米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是哪个流程出了错呢？他怀疑所有敌人，但没有一个说得通啊。这混蛋莫斯利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啥，内鬼到底是谁呢？第5集的结尾是个问号，一路看过来的观众此时肯定是压抑的，从头到尾都在暗示我们汤米身边出了内鬼，而且全篇都在投掷烟雾弹。菲恩的漏嘴，吉娜的 B 计划等。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刺杀莫斯利的计划100%失败了，这狗贼可是得了善终啊。菲恩的嘴漏，格拉德虽然有嫌疑，但他应该不是莫斯利或者比利小子的人，后两者明显对刺杀的事不知情。又说到麦克，他典型娶了媳妇儿忘了爹，一心想要当谢尔比家真正的老大，除了突出一个贪字，实在是没有当内鬼的嫌疑。众多网友有人倾向丘吉尔不想让汤米当权，又有人觉得强尼出卖了汤米。但不论怎么样，简单的我们会想复杂，复杂的我们会想简单。第6季明年年初就会开播，届时一切谜题都会揭晓。所以这一局的狼人是谁呢？各位一起探讨一下吧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